欢迎观看《说文解字》双语教育系列视频。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富有深远历史与文化意义的汉字“丝”，并一起学习以“丝”字为偏旁，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相关汉字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桑养蚕、缫丝织绸的传统。一般来说，蚕农会将丝树扭成丝角，古人便根据这种丝角的形态，创造了“密”字，用来表示细丝。它在作为丝的一体字时也读丝。后来，“密”字作为部首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绞丝旁。由于“密”作为偏旁演变为如今绞丝旁的写法，原本代表蚕丝的含义进一步延伸，形成了楷体丝字的写法，简化字则写作丝。密与丝同义，都指蚕丝。不过，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，密表示的是一束丝，而丝则代表两束丝。丝的造字本意是指从蚕茧中抽出的细线，这些细线成缕成股，是织造绸缎等丝织品的原料。后来，字义引申为丝织品，如丝绸、丝巾、丝袜等。它还泛指像蚕丝一样的细线或其他极细的物品，如柳丝、发丝、铁丝等。此外，丝也用来比喻极小或极少的量，如一丝风或丝毫不差。在古代，琴、瑟、琵琶等弦乐器的弦常用蚕丝制成，因此丝还特指这些弦乐器。细字的甲骨文上部是手的形象，作右或爪字，下部是2串或3串丝，作密字。商代时已使用丝线，几根丝合成一条线，若有丝不够长或断裂，需要用手接续。甲骨文中的系表示将丝连接起来，本意是联系或接续。战国早期，金文将几串丝简化为一束丝。后来，字形中的手的形象被简化为撇，小篆继承了这一形式，汉隶则进一步方块化，最终形成今天的系字。由于系表示连接，也引申出捆绑的意义。在血统关系中，这种联系表现为继承和世系，后来也用于表示有连属关系的事物，如语系、中文系等。此外，作为动词时读作系，引申为打结的意思，如系鞋带。除了系字，哪些常用汉字还带有绞丝旁呢？需要注意的是，绞丝旁有2种写法，一种是楷书的写法密，通常作为下偏旁出现，如序、垒、锦、素、繁、文等字；另一种是丝的简化字形式，一般用作左偏旁，如线、绳、纱、围、组、织、经、纬、节、约、记、序、序、统、集、绣、会等字。另外，丝织品的染色和花纹变化，往往能反映服饰的颜色和图案，从而区分人的职业与地位。因此，绞丝旁还包含了大量表示色彩的字，如红、绿、紫、绛等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一步学习这些带有绞丝旁的汉字，了解它们在造字时与丝字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。首先，来看一下上下结构的绞丝旁汉字。粗丝绵状的物质叫做絮，织物由细丝积聚而成，称为垒。丝弦受到拉力而呈现极张状态，表示锦。未经染色的本色丝织品为素。马颈列上的丝质装饰物叫做繁。丝线交错纷乱的状态为稳。再来看左右结构的汉字。用丝、棉、麻、金属等制成的细长且可任意弯曲的物体称为线。单股的线叫做纱，而多股碾合而成的线称为绳。用于系物的大绳叫做围，宽丝带为组，而制作布帛的过程称为织。在织布时，纵向的线称为经，横向的线为纬，经纬线共同作用，织成布料。将丝线连接、固定或收束的动作叫做结。用丝线捆绑、缠束的过程称为约。把断开的丝接上的动作叫做系，如丝相连称为序。另外，丝的开端叫做序。将丝从蚕茧中抽取时，首先需要将茧放入热水中煮过后，抽取丝头的过程称为统，接着在竹根将丝线小心地抽出。丝的优劣次序被称为级。
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刺绣花鸟图案等叫做绣，五彩刺绣则称为绘。看似简单的丝字，其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汉字。同时，通过深入了解带有丝字旁的常用汉字的造字本意，我们不禁感叹汉字的独特魅力和古人卓越的智慧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